哎，怎么样啊？听周边的人说，谢家10几年前就卖了宅子，搬走了。搬走了？是啊，这聚宝门附近是繁华之地。听的老者说，谢家当时家里比较拮据，便出售了这里的房产，搬到地价比较便宜的城边去了。因为出售祖产总是件丢人的事嘛，所以搬去的具体地方，原来的老邻居也不太好打听。这些年来也没有来往，所以就更不知道喽。虽然说搬走了，但是还在城中。我们再找找看。走，好。如何呀？这谢家也真是够惨的。家道中落之后，谢家老爷夫人双双去世，就留下那个独女谢露缇。这个谢家大小姐，想必也是从小养尊处优长大的，经历了这么大的变故，独自一人流离失所，也不知道她如今是否平安。我说夏老弟，你不是说无意迎娶，取消婚约吗？可我怎么看来，你这倒是满心惦念着那个谢露缇谢小姐呀。我这个不叫满心惦念，这叫怜香惜玉，好吗？我夏某从小也是在街巷中长大的，深知世事的险恶。想他一介名门出身啊，遭遇如此的变故，难免会令人唏嘘。哎呀，做人要厚道啊！哎，你看，要不这样吧，我们去你那准岳父的坟头上炷香，拜一拜，也算是对谢府有个交代了。走，丁家。怎么了？这怎么有个姑娘？过去看看。哦，谢姑娘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为什么不能在这里啊？那你们为什么会在这儿啊？冒昧的问一句，谢姑娘和这一位是什么关系啊？夏老弟，莫非那个谢露缇姑娘？你当真是谢府千金谢露缇？你怎么会知道我的本名啊？可是那雨飞二字，那是我为自己取的小字。谢姑娘在儿时的时候，是不是父辈曾经为你许下过一门亲事？是一门娃娃亲，对方叫杨旭，是这样吧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因为我就是杨旭。你不是夏寻吗？因为我和家里边闹翻了，所以我现在改名叫夏寻。从此以后彻底脱离杨家。哎呀，你们俩竟是打小定下的一对娃娃亲，到头来你小子这取消的婚约还作不作数了？啊？取消婚约？那都是父辈们的戏言。啊！再说我现在不是已经彻底的脱离杨家了吗？哼！你个杨旭，一朝得势便看不上我这样的小门小户了是吗？真是个势利小人。若我未曾谋面的夫婿果真是你，我不嫁也罢。不是谢姑娘，你不要误会，你先听我解释一下好吗？还需要解释什么呀？你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如今我们谢府家道中落，你也不是杨府子弟，那便没有了交情。我和你，谢姑娘，在下从来没有这么想过。
我认为感情的事情是靠两情相悦，什么出身阔绰和贫寒，有什么所谓呢？有什么所谓？如果你的家人得知我过去的经历，他们会怎么想？难道他们还会接受我吗？夏老弟，出言要谨慎啊！你现在不是你自己，你可是那个青州的生源，杨府的公子，记住了，杨府的公子啊！悔婚费。什么？悔婚费？你这唱的哪一出啊？你说什么？谢谢。啊，我的乳名也是你能叫的吗？夏雪，你给我听着啊！虽然是我决定不要你的，但不是我悔的婚。来到我父亲墓前打算找我解除婚约的是你们。给钱吗？钱呢？没钱。别想着可以赖账，我不会就此罢休的。嘿，还真不拿自己当外人啊！这样也好，谢府已经不复存在了。她一个弱女子，你让她去哪？刚好就让她在这夏府好好待上几日吧。这么说，你这是怜香惜玉了？我这回确实有些心疼了。家破人亡，四处漂泊，他曾经所经历的，正是我现在所经历的。我怎么会不懂呢？如此说来，季老弟曾经当过燕王的座上宾了。在下确实与燕王府有一段渊源。失敬，失敬。在下初来此地，人生地不熟，还请大人多多关照。好说，好说。过几日府上宴请好友，季老弟也赏官过来坐一坐吧，老夫也好将你引荐给诸位同僚们。季某谢过大人。季刚先谢过大人扶住了。哎，哪里，老哥敢断言，今后你的仕途之路定当一帆风顺，这忙我是帮定了。谢过大人。不过兄弟以后混出息了，可别忘了我这个老哥，啊。有朝一日，我季刚出人头地，谢雨飞一定会成为我的娘子。季公子，季公子，老爷这小子闹了半天，挖空心思想往上钻，到头来都只是为了一个女人。老爷，您还真打算帮他入仕啊？帮他？有这功夫，我自己就往上钻了，还顾得上别人？这小子年轻，不懂官场险恶，还以为兄弟义气在什么地方都吃得开呢。行了，就把他扔在这里，谁让他喝得烂醉如泥呢？谢姑娘，等我一定会去找你。关于谢姑娘，你打探的如何了？这谢府啊，潦倒多年了，远亲近邻早已四散到各处，这10几年的亲事，实在很难打听到什么。啊，
你也不必太过失望。这娃娃亲呀，长久得很。如今时过境迁，说不定这谢姑娘的未婚夫早就忘了这门亲事了。不过，你对这谢姑娘倒是也有心了，想必她呀，一定会被你的真心所打动的。来，借你吉言，你这一路四处打听，也是辛苦了。大家同窗一场，帮你还不是应该的吗？不过一路上也没受什么苦，就是回来的时候碰上凌霄帮闹事，耽搁了好些功夫呢。凌霄帮？是啊，这帮人现在是越来越猖獗了，恐怕过不了多久就要惊动应天府，惊动圣上了。高一点，高一点，高一点，左边，左边。圣旨到！你附近啊。哇，御前侍卫！嗨，哇什么哇？是御前3等带刀侍卫啊，御前3等带刀侍卫。啊，这夏老弟不是一飞冲天了？这3等带刀侍卫是多大的官衔呢？这个多大？啊，谢谢。什么时候进来的？啊，你手里拿着这么一大叠宝钞做什么？数钱呢？这是我的悔婚费。啊，这么多？这位是？哦，你还不认识？我来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谢雨菲姑娘，是夏寻未过门的娘子。啊，不过已经解除婚约了。哦，对了，是谢谢抛弃夏寻的，这个一定要强调。谢姑娘，我叫彭子琪。哦，彭姑娘，你是练武之人吧？啊，对，正是。叫我谢谢就行了。啊，哎，谢谢。你跟那个夏大哥的婚约是怎么回事啊？关于这个，那就说来话长了。我跟你说啊，其实呢，这件事情啊，根本就跟我没有什么关系。哎呦，这女孩子家交朋友还真快。此番风波确实闹得很大，可这毕竟只是一个由牲口同耳而引起的案件，应当不至于这么快就传到宫里去。这御前侍卫的任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也罢，此次来到墨林的目的就是自立门户，借此寻求机会引起朝中的注意。情势如此发展，也算是顺利吧。爹，孩儿一定会搬到白衣下，为您报仇。夏大哥，夏大哥，你说谢谢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出发啊？谢姑娘跟我们一起。你别问没用的，就一句话，带不带上她？要是谢姑娘想的话，跟着我们一起自然无妨。你看，我就说夏大哥一定会带上你吧。谢谢，你一个人在这里孤苦伶仃的，你就跟我们一块儿回金陵夏府吧，我们也互相有个照应。我一个人也能过得很好。那当然了，谢姑娘无论身处何地都可以叱咤一方，这一点夏某知道。只不过这次我夏府这个地方倒是有所不同。有什么不同啊？因为我已经在附近考察过一番，我们夏府这个地理位置啊，可以说得上是得天独厚，一左一右，一边是花鸟集市，一边是珠宝铺子，这赚钱的机会啊，可是遍地都是啊。真的？真的。哎，谢谢啊，你就跟我们一块儿去吧。等到时候我发了大财，我一定请你吃好吃的。那我呢？你如今是御前侍卫，拿着朝廷的俸禄，就让我请客。大骗子夏寻，你恐怕还不知道，你在墨林打赢了官司之后，黄子成再度联合文官，企图把事情闹大，甚至传到了皇上的耳中。
回皇上，宫外传来消息，太学生们嚷着武军都督府处断不公。他们先是去了国子监，接着是贡院、礼部，还向御史拦截陈情，现在又去孔庙哭诉了。黄大爷，到你了。哦，哟，几日不见，棋艺见长啊！黄大爷，那太学生们闹事，闹的可是杨家和夏洵的官司。你要不说这事儿，我倒忘了。这场官司啊，听说你们中山王府也掺和了一番呢。文官闹事是黄子成在背后，那个叫夏洵的，又有你们中山王府撑腰。你要知道，我最见不得的，就是官员们在私下拉帮结派啊！小机灵鬼，不许在黄大爷面前装傻。说吧，这个叫夏洵的，跟你们中山王府究竟有什么关系啊？为什么你们要那么维护他呢？明儿这可是为了报恩呢。报恩？此话怎讲？那日我贪玩，去北平探望姐姐，狩猎的时候情形危急，夏洵他舍命救了我。哦，此事我倒是有所耳闻。原来救你的人就是夏洵呢。如此说来，你是为了报他的恩，这才请你的兄长出手相助。正是，我哥哥其实不认识夏洵，那个夏洵是明儿的朋友。明儿虽说是女儿家，却也懂得知恩图报的道理，欠人恩惠，自当报答。再说，明儿可不是不讲是非，助其为恶呀。那杨家人实在是欺人太甚了些。照我看来，夏洵更名换姓，彻底脱离杨家，实在是情理之中。小小的人儿，说话倒是挺有气魄的。黄大爷教得好。小机灵鬼真是会说话。这个叫夏洵的，可有官职吗？夏洵是青州的生员，我听说他也是锦衣卫的成员。既然是小郡主的一番话，让我当上了这个御前侍卫。这小郡主还真厉害啊！皇上竟然对她言听计从。西门兄，你糊涂了。小郡主她哪有权利去插手朝中之事？皇上让我当上这个御前侍卫，是在和文官置气呢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小郡主呢，固然在皇上面前为我说了不少好话，但是不至于让我这个小小的锦衣卫一夜之间栖身于朝堂之上。皇上是看不惯黄子成带着一群文臣闹事，所以呢，就封我做了这个御前侍卫，来为武官增势。这皇上果然不是一般人能做得了的，高，实在是高。朝中文官结党，他便提拔武官来分庭抗礼。你夏洵被那黄子成贬得一文不值，他偏要你处在那大殿上来煞上那些文官们的力气，果然是妙招。夏大哥，今天是你第一天上朝，可别迟到了。时辰到了，的确该走了。哇，这身官服也太适合你了吧，简直是英气逼人啊！是不是啊？谢谢。想不到你穿上这身飞鱼服，还真是人模狗样的嘛。你这狗嘴里还真吐不出象牙了。众卿平身，谢陛下。
启禀陛下，臣张信奉旨查春闱科考案，今日复旨。请奉旨重阅试卷，结果如何？陛下，朝廷取士只以文章定优劣，务求公道，以服天下。臣等遵陛下旨意，仔细复审，特别留意北方举子的试卷，发现南北两地考生的成绩确实相差悬殊。张青真是公正严明，好会做戏呀！朕呢，早就收到密奏，你和前任的主考官刘三五串通一气，就因为你在朕的身边行走，朕还不信。想不到，果如其言呐！陛下，这是蓄意污蔑。臣自受皇上斥责，禁足府中，不曾离开一步，如何与张信大人串通？北人不能上榜，非是我等舞弊，原因实则有三。原因为何？你且道来。其一，北方人不兴礼教，故而民间相学之风不盛。其二，相比南方，北方人贫者居多，故而求不起学。其三，帝都在金陵，北方人不熟悉科举制度，而南方举子耳濡目染。先生既知此情，为什么不特拨几名北方士子，以鼓励北人之亲呢？臣为国取材，只以试卷和文字优劣为标准，不以南人北人为依据，不管其疲弱根有。先生，依朕之见，不如就在北人当中择优选上几名，以安定人心，平息众怒，如何呢？会试榜次已定，当选之人名副其实，岂能更换呢？先生执意不换，这其中就无私情吗？那就请皇上再派第三拨人去查，连老臣一起查，臣光明磊落，有何惧哉？哼！翰林院官官相护，不以公正为怀，反而互相包庇。着刑部立即将张信、刘三五等人缉拿下狱，退朝。灯烛两夜，宫阙月挂霜，烛影摇红寥寥星光。一人阁楼上，独醉忆他乡。夜雨听风望远方。月下离舟上，3000夜未央。千场梦。曾朝朝暮暮，连天风沙降，着你的模样。此去后，天涯路两茫茫。爱恨醒了，散了，似流沙。你我聚了，忘了，几十年华。天各一方，难相忘。谁知女儿痴，谁知女儿泪，谁知女儿心为了谁？谁知女儿情，谁知女儿悲？红颜一梦，今世为谁醉？倾尽一生。